在采访张天行之前，你首先要熟悉他的所有资料。这么多资料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张天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他是张林海的亲弟弟，是少有的几个平时能接近张林海身边的人之一。这些资料还只是一小部分，其他的资料我还在派人搜查。不过这上面的每一点你都要牢牢记住，千万不能有一点纰漏。他还读过军校，留过学呢。没错，张林海一直在台前，张天行在幕后。张天行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军校，毕业之后又被安排出国留学考察，接受了很多西方教育。他也是一个具备全面军事才能的人物，自然也是张林海的左膀右臂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张天行他不会武功，但是也不能小瞧他。张天行虽然不会武功，可是他的枪法很好，在军校的时候曾是全校的神枪手。哦，那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？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显示，张天行为人很随和，跟他哥哥张林海截然相反。这一点他们真的不像兄弟俩。而且我们还调查到，张天行目前单身，上海的很多交际花呀、大家闺秀啊都很喜欢他。不过张天行对感情很认真，他和那些名媛啊、交际花从来只是逢场作戏。出国前，他曾经跟一个女大学生有过一段恋情，但是因为他哥哥张林海的阻止，无疾而终。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。可是现在你却能引起他的注意，这就说明他很有可能对你有好感，我们就要善加利用这一点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是对我有好感，就会对我放松警惕，到时候就能帮我引荐张林海。没错，所以这次的采访就是一个突破口，我们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韩丽雪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跟你们张天行、张将军约好了今天见面。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去通知将军。哦，谢谢。报告说，将军，外面有个女记者要见你。没看我忙着呢吗？等一下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哪个女记者？那个女记者说她叫韩丽雪。韩记者来了，怎么不早点说？赶紧把她请进来。是。哎，等会儿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亲自出去接她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我刚刚有些公务要忙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公务要紧，我能理解。那办公室聊聊。嗯，好啊。没想到张将军，您的办公室这么漂亮。过奖了。哦，我知道您很忙，我也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，我们直接开始采访吧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巴不得找个理由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们那边走。
请坐。有什么问的尽管问，我一定配合。谢谢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请问这次您跟张临海大帅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。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？坦白讲，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地方，更是一个各种势力都垂涎已久的地方。但我最喜欢的是上海这个地方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所以，如果想在全国推动和平进程，那么上海必须是第一站。我和大帅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在上海主持一次和平会议。有传闻说，张大帅这次来上海是来借钱的，也有传闻说这是野心勃勃之举。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传闻呢？传闻终究是传闻，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非要这么说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就当是为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做点贡献吧。那您可不可以接下来具体跟我们说一说，关于这个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？现在国内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，根本不利于我中华复兴。想要振兴中国，首先第一步必须要统一全国。只要有一方足够强大，就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全国。到那个时候，再走经济发展的道路，让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，绝不向任何人低头。那您是怎么看待关于内战不息的根本原因呢？这个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，但是总的来说吧，可以分为2点。第一点，就是中国的主权遭到了破坏。现在的那些各国列强都想瓜分中国，可是他们很明白，一旦他们采取军事进入，那一定会遭到中国百姓的顽强抵抗，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国内扶持一股力量来为他们代言。那么请问，你们是属于哪位列强呢？我们不属于任何列强，我们只属于中国百姓。接着说第2点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遭到了破坏，诸如忠恕孝悌啊、礼义廉耻，这些非常优良的传统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巧取豪夺、蝇营狗苟，失去了道德的约束，人才会做坏事。你说对吧，韩记者？张天行气质儒雅，才华横溢，文韬武略自有一套，和他哥哥张临海的残暴蛮霸完全相反。看来他的思想水平非常高。同一个家庭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韩记者，请继续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您跟张大帅是亲兄弟吗？你觉得不像是吗？不像。是我们俩是亲兄弟，但是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，再加上年龄差异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俩的性格跟思想截然不同。哦，是我冒昧了。不会。没了，就这些。谢谢您的配合，整理完之后我就可以发稿了。好，那辛苦韩记者了。不客气。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。别太客气，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。您跟张临海大帅真的是截然不同。其实我一直仰慕大帅，今天听你说你们的政治思想，我更想拜见他本人了。所以你是想采访我哥？如果真的能够采访到张临海大帅，我想应该是我们整个通讯社的荣幸吧。将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好，我还有些其他事情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再约。好，再约。
这得熬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有句话说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吗？明天是比武最后一天，趁着人多搞点乱子，趁机把龙头杖抢出来。这个主意好啊，这样聚集在太极门的上百号高手就可以联手把你抓起来。上百号人呢，就算每人打你一拳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等队长回来安排吧。偏偏遇到这种破事儿。明天的决赛呀，有很多人看着呢，咱得穿件漂亮的衣服啊。谢谢师傅。宁儿，明天的决赛，你跟飘逸的输赢并不重要，而是借这次武林大会啊，相互切磋，熟悉对方的武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切磋归切磋，但我还是会赢的。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水准，我很清楚。宁儿，飘逸最近一段时间进步很大呀。可师傅，我也在强大呀。你很在乎输赢吗？师傅，你忘了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武功最强的人。宁儿，那万一有的人比你武功高呢？那我就更努力的练功，超越他。你上进的心情，师父十分理解。可是宁儿，咱们做事情可千万不能急躁啊。比武是咱们练武之人提高自己修为的方式，并不是以此来定夺成败。胜败是常有的事情，赢了不骄不躁，输了再接再厉，千万不要气馁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您早点睡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本届武林大会决赛即将开始，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宁儿，请两位登场。师哥，小心点儿啊！放心，我会赢的。宁儿，承让了。希望你全力以赴，不要藏实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就好。不要再练鹰爪功了。鹰爪功能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
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朱飘逸。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。师傅，我赢了。我看到了，飘逸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我怎么可能输给他？我没有输，我可以赢他的。师父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对我。老天爷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，兜兜转转全都是你身影。我的视线与一颗心被占据，冥冥之中多幸运遇见你。无论将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如果有一天，一双手能把你抱紧，人生再没有遗憾可惜。我们要在一起，不畏惧。老天爷，师哥他并没有错，他这辈子命已经够苦的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换他的幸福。宁儿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向我炫耀你打赢我了是吗？如果我知道你那么在乎那个冠军，我会让给你。不要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跟我说话。你忘了你说过的，要全力以赴吗？可是，你要我怎么做才好呢？
其实你打赢我，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至少我以后有一个可以想要超越的对手。就像你以前总是把我当做你的目标一样。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对手，我只是顺其自然，慢慢的变强。那你为什么要变强呢？跟你一样，为了报仇啊！嘴巴说要报仇，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？怎么样？太极门的安逸，让你失去了斗志是不是？跟陈荣宇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？迎春和爹是怎么死的？你忘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只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，要先把武功练好啊。可你武功已经很强了，为什么不去报仇呢？你看，你就是这么软弱。你承认吧，你的心就是这么懦弱。是，我很懦弱，但不是因为爹、迎春、大家的死令我陷入恐惧，也不是因为我担心失败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是爹交给我的使命。就是因为这个使命，我才决定，我不能白白去送死。宁儿，报仇这件事情，我们能不争吗？争？我能跟你争吗？反正我什么都争不过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使命，我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亲手杀了殷啸天。我也不管你报不报仇，只要时机成熟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报仇的。所以就算我死，我也无所谓。拿了冠军还不满意，还要跟我谈什么使命？根本就是个找借口的懦夫。师哥，我给你做了汤，快趁热喝。来尝尝吧，喝一点吧。心情喝。没事吧？啊？没事没事。这只是一场切磋而已，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的。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输赢只是一时的，虽然你这次没能拿到冠军，可并不代表你的功夫就比飘逸哥差呀。我不服气，明明就是我的功夫比较好，却是这个结果。明年还有机会啊，你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为难自己了。你的手烫到了，疼不疼啊？没事，不疼。都是我不好，总是莽莽撞撞的。师哥以后会小心点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没事的。你心疼了？进来。怎么样？采访的如何？采访倒是蛮顺利的，但除了采访，没有找到任何接近张凌海的契机。不要着急，欲速则不达。他有约你下次见面吗？还没有。看来我们是要自己创造机会，让他对你产生更多的兴趣和好感，大幅度推进你们的关系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工作上的交往毕竟不会太多，还是要靠私下的约会才能多接触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契机。私下单独约会啊？可是我不太懂，怎么跟陌生男子单独约会？放心吧，接下来我会为你安排一系列的训练。这还可以训练？这是什么？这些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行头，来帮你好好打扮一下。想要利用张天行获得见张凌海的机会啊，就要下足功夫吸引张天行，让他对你有更多的好感，甚至于迷恋。最好呢是让他离不开你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你手中的傀儡，任由你摆布。
知道吗？女人最厉害的武器，就是自己的身体，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。你是让我去勾引他呀？只要掌握好分寸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这种无耻的事情我不做。你呀，这怎么是无耻的事情呢？我又没让你跟那个男人结婚，也没让你动真心，只是让他对你产生好感，你也可以不动真心啊。难道就为这一点，你就要放弃刺杀张林海吗？可是，我相信你一定一学就会，关键是如何能抓住张天行的眼球。我相信这条大鱼一定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对付男人，尤其是一个已经对你有好感的男人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现在要做的呀，就是好好包装一下自己，掌握好分寸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吧。你呀，粗心大意的。你说我现在学了这么多，我到底应该怎么运用这些，才能让他对我心动呢？这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跟踪张天行，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。到时候你只要适时的出现，按照我教你的东西，一个微笑就能将他的心俘获，剩下的一切都将会是水到渠成。好。飘逸哥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会煮菜了？哼，正确来说呢，是学会了煮汤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你放了多少盐啊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。那这个没事儿，我们可以下面吃。我先尝尝吧。还可以下面，你确定？可以啊。
尝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河南很有名的汤面。好香啊！尝尝，好吃吗？好好吃啊！真的吗？真的是用我煮的汤弄出来的吗？对啊。那我煮的汤也不错啊。飘逸哥。哎呀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想帮一下忙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来了太极门呢，又一直受你的照顾。我也不小了，应该学会自己做了。可是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该你们男人来做啊。我来吧。哎呀，就让我帮你一下嘛。那，我们女人本来就应该照顾你们男人的嘛。你要是都做了，那我们干嘛？那好吧，那你教我。好，我教你。那你看啊，这个线呢，要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呢，再穿回来。哎，队长，这太极门的情况怎么样？太极门守备森严，我只能从外侧观察。不过，我已经查清了情况。从武林大会的规模来看，太极门至少有200多人，而且个个都会功夫。哎，我说队长，要不咱让雪莲去勾引朱飘逸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为什么是我去？你除了会勾引男人，还有什么用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什么你自己清楚。女人嘛，谁不喜欢啊？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吵架？这马宁儿这几天也没消息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。这次比武，他输给了朱飘逸，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到现在尹小天还想着马宁儿这颗棋子呢。哼，马宁儿这次绝对不会对朱飘逸手下留情的。要是让马宁儿抢了先机，那我们就失去夺龙头杖的主动权了。你说这龙头杖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？据说藏了10吨黄金呢。多少？10吨黄金？哎呀！怪不得张大帅拼了命也要拿到龙头杖。10吨黄金，怎么花呀？嗨，我不用那么多，给我一块金锭就够我全家吃一辈子了。我还指望这笔钱回家买地盖房娶媳妇呢。嗨，娶什么媳妇儿啊？有点野心行不行？这野心大了，容易引起猜疑。这贪狼死后，队长肯定在怀疑咱们。夜长梦多呀，我看先把马宁儿给除掉算了。哎，这马宁儿要是死了，谁引朱飘逸出来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把马宁儿跟朱飘逸一起除掉，先下手为强。我怀疑这雪莲也想先下手夺得龙头杖，不如把他一起除掉。你就这么想雪莲死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他不死，活着有什么用？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别看这姑娘功夫不怎么样，可是她和队长的关系不一般呢。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情，队长肯定会怀疑。哼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弄死她再说。这个还需要咱哥俩一起合作才行呢。这一大清早的，他要去哪儿啊？
我去看看。跟我来。队长，马尼尔已经来了，他师傅已经睡掉了。听说你师傅梁甫芳已经怀疑到你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是我的事情，这件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马宁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也知道，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加入张大帅的亲卫队，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。而且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除掉朱飘逸。怎么样？你考虑考虑。你不是想学鹰爪功吗？天底下最厉害的武功，加入我们吧。凭你们的能力，就算我不帮你们，也能除掉朱飘逸。那不如我顺水推舟，送你们人情。好，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太好了。那要我怎么做？雪莲，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。是。他们两个是去找马宁儿了。马宁儿现在是关键棋子，看来整盘计划有所推进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呢？不会是要单独行动吧？梁甫芳要是碍事儿，就把他干掉。队长，我们的目标不是龙头帐吗？有必要牺牲那么多无辜的人吗？哼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居然还不了解我。在我眼里，为了龙头帐，那些阻碍我的人，他们就跟树底下的蝼蚁没什么区别。只要能拿到龙头帐，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。师傅，宁儿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练功去了。练功去了？哼，是不是又在偷偷练什么鹰爪功？你还去了竹林深处，是不是又去见了什么人，练那个下三滥的招式？我没有啊，师傅。你没有。宁儿，我真的不希望你练跟八极拳不相关的功夫。师傅，我觉得您是在偏袒自己的武术。就算我用出那些招式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